老冯头这辈子最不信的就是鬼，在大兴安岭林场干了一辈子，睡过冰河上搭的窝棚，和熊瞎子打过照面，大雪封山的时候独自走过20里没人烟的雪路。真要是有鬼，他早该碰上个1800回了，可他没有。在他的世界观里，山就是山，林子就是林子，刮风是刮风，下雨是下雨，一切都有个讲得通的道理。所以当马三找到他说有个看山的活问他干不干的时候，老冯头二话没说就点了头。马三是他以前在林场带过的徒弟，后来下了海，在县里包了些零碎工程，认识了不少老板。这回找他的是个叫刘永贵的包工头，从县里一个姓周的老板手里包了一片荒山，说要搞什么软枣猕猴桃种植基地，地已经推了，苗子也定了，工具和材料堆了半山腰，得有个靠得住的人在上面盯着，别让偷树苗的和捡便宜的把家什顺走了。师傅，活是真不重，就是看摊子，一天180，管吃管住。马三在电话里说，就是那地方偏了点，在清源县北边叫老佛岭。老冯头当时正坐在自家院子里剥花生，听到这话手里的动作顿了一下。老佛岭这地名他隐约有点印象，但不深。他在林场跑过的山头太多了，名字大同小异，什么野猪沟、黑风口、老分岭，听着都不怎么吉利。但干他们这行的，谁在意这个？行，我去。他说挂了电话。老冯头的儿媳妇从屋里探出头来问：爸，谁呀？一个活看山的。儿媳妇没再多问。老冯头在这个家里的存在感一直不高，老伴走了6年了，儿子在省城打工，常年不在家，儿媳妇带着孙子上学，白天家里就他一个人。他也明白自己在这儿待着，儿媳妇多少有些不自在。一个老头子整天窝在家里，不出门不挣钱，像个多余的人。他自己也觉得多余，所以马三这通电话来的正是时候。临走那天，他往蛇皮袋里塞了2身换洗衣服，一双解放鞋，一床厚棉被，一个收音机，又把搁在墙角多年的那把柴刀找出来，在磨刀石上蹭了蹭，刀刃缺口不少，但磨完了还是亮晃晃。他把柴刀用旧报纸裹了，塞进蛇皮袋。爸，山上冷，多带件衣裳。儿媳妇站在门口，递给他一个塑料袋，里头装着几个茶叶蛋和2个馒头。老冯头接过来，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他向来不是个话多的人。马三开了辆破面包车来接他，一路往北走。2个多小时后，柏油路变成了砂石路，砂石路又变成了土路，两边的树越来越密，人烟越来越少，前面就是老分岭了。马三指了指车窗外，老冯头顺着他的手看过去，一座不算高但占地很广的山横在眼前，山上密密麻麻长满了松树，大多歪歪扭扭的，像是被风拧过的样子。山脊线上雾蒙蒙的，看不清到底有多深。山脚下有一片被推土机推过的空地，堆着几堆石子、水泥管子和一卷一卷的铁丝网。面包车沿着一条勉强能走车的土路晃晃悠悠地爬上了半山腰。那儿有一块小平地，搭着一间工棚，砖砌的底座，铁皮瓦的顶，门是几块木板拼的，窗洞上蒙着一层塑料布，条件简陋了点儿，但遮风挡雨没问题。马三把车停好，帮他把东西搬下来。刘老板说水电下周就接过来，你先将就几天。老冯头里外看了一圈，工棚不大，也就10来平米，但一个人住绰绰有余。地上铺着砖，靠墙搁着一张铁管床，上头铺着块旧床垫，墙角有个铁皮炉子，烟囱从窗户洞里伸出去。他把铺盖卷摊开，把衣服叠好放在床头，又把柴刀搁在枕头底下。一切收拾停当，天已经擦黑了。马三递给他一条红塔山和一个打火机。师傅，那我先撤了，过几天给你送补给来，有啥事打我电话。这山上有信号。马三挠了挠头，工棚外头那块大石头上能有2格，屋里够呛。面包车突突突地下了山，尾灯在暮色里越来越小，终于消失在山路的拐弯处。发动机的声音也越来越远，最后被林子的风声吞没了。老冯头站在工棚门口点了一根烟。山里的天黑得特别快，才几分钟功夫，
四周的轮廓就开始模糊，树和树的间隙变成了一团团深黑色的阴影。风从山顶上灌下来，穿过松林，带出一片低沉的呜呜声，像有什么东西在远处叹气。老冯头嘬了口烟，转身回了工棚。头3天平平无奇，白天他沿着山路转悠，看看堆在坡下的材料还在不在，检查一下之前挖好的树坑有没有被野猪拱了。林子密的地方他也会拎着柴刀进去走一走，砍砍挡路的枯枝，熟悉熟悉地形。他干活有个习惯，心里得有一张图，什么地方是开阔地，什么地方是密林，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他都要心里有数。3天下来，他对老粉岭的半山腰这一片算是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工棚往上走20分钟左右，有一个被石头砌死的洞口，他试了试，石头垒得很严实，看不出为什么要堵上，但他没多想，山里有废弃的矿洞或者以前藏人的山洞，不稀奇。晚上的日子单调，但也不算难熬。收音机能收到县里的广播，听听新闻和评书。9点来钟躺下睡觉。山里静得厉害，但老冯头睡了几十年的林场窝棚，对这样的安静早就习以为常。第4天晚上，一切开始变了。半夜里，老冯头忽然醒了，不是慢慢醒过来的那种，是猛地一下睁开了眼，像有人在暗处推了他一把。他平躺着，眼睛盯着黑漆漆的棚顶，心跳得有点快，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醒。他侧耳听了听，风比傍晚小了一些，铁皮瓦偶尔响一下，外面是那种深山里特有的密不透风的安静，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他就是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醒着。这种感觉很难描述，像有人在很近的地方正看着你，近到你能感觉到那种视线落在脸上的重量。老冯头一动不动地躺着，呼吸放得又轻又慢，耳朵极力捕捉黑暗中最细微的声响。然后他听到了工棚外面有什么东西在走动，声音很远，几乎可以说是若有若无。枯枝被踩断的声音，落叶被翻动的沙沙声，但这不是野猪或者狍子发出的动静。巡了一辈子山的人分得清这个，野兽走路是谨慎的，有停顿的，会停下来嗅一嗅，听一听，那个声音却是均匀的、持续的，一步接一步，不快不慢，像是沿着一条固定的路线在走。嘎吱沙沙，嘎吱沙沙，声音绕着工棚在转。老冯头一动不动地听着，手慢慢伸到了枕头底下，握住了柴刀的刀柄。他没有起身，没有出声，只是听那声音从工棚的左边绕到了后面，在后面停了一会儿，大概1-2分钟，然后从右边绕了回来，最后停在了门口。老冯头能感觉到门外有什么东西，隔着那层薄薄的木板，隔着夜里凉丝丝的空气，有什么东西正站在那儿，也许和他只隔了不到2米。他等着，等着敲门，等着推门，等着任何动静，但门外什么也没做，就那么站着。时间在这种对峙中被拉得极长，像一根被慢慢扯开的橡皮筋。老冯头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5分钟，也许是20分钟，他才意识到那东西已经走了，没有脚步声，没有预兆，就像一阵烟雾忽然散去了一样。他重新听到了风声，听到了远处一只猫头鹰低沉而悠长的叫声。天亮之前他再也没能合眼。老冯头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建立起来的那套经验正在一点一点地动摇。他在天亮后仔细检查了工棚四周，他不是一个容易被吓住的人，但有些事情必须搞清楚。泥地上确实有痕迹，一道宽宽的模糊的擦痕绕着工棚走了一圈，不像鞋印，不像兽爪印，更像是什么沉重的平整的东西被拖在地上移动时留下的。他蹲下来用手指捏了捏那道印子上的土，湿度正常，没什么特别的。他顺着痕迹往林子里追了一段，痕迹一直延伸到工棚后面通往山顶的那条小路的方向，但在铺满落叶的地方就断掉了，断得干干净净，像被人故意抹去了一样。老冯头蹲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林子深处，然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转身回了工棚。他跟自己说，可能是山上下来的大蛇或者别的什么大动物，山里也不是没见过。
但这个解释他自己都不太信服。他在林场几十年，从没见过任何一种动物的移动痕迹是一条笔直的，没有任何分叉和停顿的拖痕。他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说这件事儿，一是因为工棚那儿的信号实在不稳定，他举着手机试了半天也发不出一条消息；二是因为他还没想好该怎么说，说自己被一道拖痕吓着了，那不是他老冯头的风格。第5天夜里，声音又来了，一样的步骤，先是一种让人不安的安静，风停了，虫鸣停了，整个世界像是被一只巨大的手捂住了。然后脚步声在远处响起，渐渐靠近，绕着工棚走了一圈，最后停在门口。老冯头这次没有等天亮，他猛地掀开被子，握紧柴刀，赤着脚几步冲到门边，一把拉开了门。外面什么也没有，月光很好，清清亮亮的洒在工棚前面的空地上，照的那些枯草和石头清清楚楚。林子的边缘是深黑色的，但并不浓密，月光能从树缝里透过来，在地上画出斑驳的光影。视线范围内什么活物都没有，没有黑影，没有白影，什么也没有。但门槛上有东西，一个湿漉漉的暗红色的手印按在木头上。手印不大，比成年男性的手掌要小一些，但五指修长，指节似乎比正常人的手指要多出一节，掌心的部分深深地陷在木纹里，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按上去。颜色发暗，像干涸了一半的血，但闻起来没有血腥味，反而有一种像雨后泥土的腥气。老冯头盯着那个手印看了很久，然后他关上门，把铁丝搭扣拧了3圈，又拖了床垫和工具箱顶在门后。那一夜他没有再睡，他的世界观正在裂开第一道缝，但他还不知道这道缝很快就要被撕成一个巨大的裂口。消息是1天以后来的，确切地说，是老冯头在山上撑到了第8天，终于在工棚的一块大石头上拨通了马三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没多说，只说自己年纪大了，山里晚上冷，膝盖犯了老毛病，看不了这个山了。马三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师傅，其实我本来就打算这2天给你打电话的。”什么意思？刘老板那边，马三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犹豫。他说之前上山的那几拨人走的理由跟你差不多，有的说晚上睡不着，有的说听见奇怪的声音，还有2个年轻人跑下山的时候脸色都是白的，说啥也不肯再上去了。刘老板一直瞒着没说，怕传开了没人敢干。老冯头握着手机的手指紧了紧。那你一开始为什么不告诉我？马三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师傅，我寻思你在大兴安岭干了那么多年，什么场面没见过，兴许是那些人胆子小，自己吓自己。再说工钱确实给的不低。”老冯头没接这个话，他问：“这山上以前出过什么事没有？”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钟，我听刘老板提了一嘴，马三的声音压低了一些：“包这片山的周老板，他爹老周头几十年前就是在这山上出的事儿。”“什么事儿？”“人没了，走丢了。”“不是走丢，是好好的人忽然就没了。”马三说：“老周头当年也是在这山上看林的，那年头木头值钱，怕人偷伐，他在山上搭了个窝棚，隔3差5下来一趟。后来有几天他没下山，家里人等急了，上山去找，窝棚里东西都在，被褥叠得整整齐齐，锅里还有半锅凉了的糊糊，人就是不知道哪儿去了。”老冯头听到这儿，脑子里浮现出那个被石头气死的洞口，他没有打断马三。后来呢？后来找了好几天，在山上一个洞里找着了，人已经没了。脸上，马三的声音变得更低了，脸上表情不对头。什么叫不对头？不是害怕的样子，是笑着的，咧着嘴，眼睛瞪着，像是看见了什么让他高兴的事儿。老冯头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凉，山风吹过，他后背的汗被冷风一激，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电话两头都安静了很久，最后老冯头说了句：“我知道了”，就挂了。那天下午，他没有等马三派人来接，自己背着东西走下了山。他把工棚的门虚掩着，把那道暗红色的手印也留在了原处。走出山脚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老西岭，整个山脊拢在一层薄薄的灰色雾气里，安安静静的，像是把所有的秘密
都吞进了那些歪脖子松树的阴影里。老冯头回到家里，没有跟儿媳妇多说山上发生了什么，他只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以后那个姓马的再打电话来，就说我出远门了。出什么远门？儿媳妇不解地问。随便你编一个。老冯头说完这句就埋头扒饭，不再开口了。但他心里清楚得很，那件事没有结束。老西岭上的那个东西不会因为他不干了就消失，他会继续等在那儿，等着下一个上山的人。果然，他下山后不到1个月，就有人补了他的缺，一个叫周阳的年轻人。老冯头是后来才听说周阳这个名字的。那次他去镇上买种子，碰上了马三，两人蹲在路边抽了根烟。马三告诉他，刘胖子也就是刘永贵，在工人走了以后又把工钱涨了涨，招了几个人，都干不长，最长的也就撑了半个多月。后来有一个小伙子主动找上门来，说自己不要工钱，只想在山上住一段日子，写一篇关于乡土民俗的论文。姓周，大学生。马三说，听说是县里周老板的侄子。周老板老冯头警觉地看了马三一眼，包山的那个周老板，巧，就是他家亲戚。马三吐了口烟，我也觉得这事儿有点巧，但人家不要钱。刘胖子乐得省一笔，没多问就让他上去了。老冯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小子上去多久了？有个5、6天了吧？怎么，师傅你担心他？老冯头没有回答，他把烟头摁灭在鞋底上站了起来。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但心里总有什么东西放不下。不过最后他也只是说了句，你让那小子小心点，山上的事儿不是都讲得通道理的。马三点了点头，也不知道有没有当真。而此刻在山上的周阳正蹲在工棚门口，手里握着一支录音笔，眼睛盯着面前的一本活页笔记本。他已经上山4天了，之前3天一无所获，除了每晚比前一天更加确信这座山里确实有什么不对头的东西。他之所以上山，不是因为民俗学的论文选题缺材料，而是因为一个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的理由。他是老周头的孙子，老周头死的那年，周阳还没出生。关于爷爷的死，家里一直讳莫如深。他小时候只觉得气氛不对，问爸爸，爸爸说爷爷是在山上出了意外。问奶奶，奶奶就抹眼泪。直到他上了大学，有一年过年，他爸喝了酒，坐在火炉边上，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你爷爷没了之前回过一次家。周阳当时一愣，回了家，不是说他在山上没下来吗？他爸又灌了一口酒，眼神有些发直。他下山了，半夜回来的。我当时被尿憋醒了，听见堂屋有动静，爬起来从门缝看了一眼，看见他坐在桌子边上，浑身都是土，脸上那个表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什么表情？他在笑，咧着嘴笑，眼睛亮得吓人，但他的眼神不对，像是看着什么很远的东西，又像是什么也没看。我妈问他怎么了，他不说话，就那么笑着坐了一会儿，然后又站起来走了。我妈追出去，他已经走远了，沿着山路往回走，走得特别快，不像个50多岁的人。周阳问他爸，你没跟别人说过这事儿？他爸摇了摇头，你奶奶不让我往外说。他后来说，你爷爷那天可能已经不是他自己了。这件事儿像一根刺一样扎在周阳心里。他学民俗学有一半是因为这个，他想弄明白，人为什么会失踪，为什么会露出那种笑容，为什么那些在当地人口中流传了几十年的说法喊山鬼到底是什么。他在来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功课。清源县的地方志里记载，劳坡岭一带从清代起就有人失踪的记录。地方志上写的是山中有瘴气，路人一迷，但民间另有说法，说那山上有东西会学人说话，会叫人的名字，你要是应了，就会被他引到深山里去，再也出不来。民俗学上把这类传说归类为山魈或呼名鬼的变体，全国各地的版本大同小异。但周阳想弄清楚的不是这些传说的共同点，而是它们的真实来源。第4天夜里，他录音笔里录到的那个声音，让他对这趟行程的意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凌晨2点11分，录音笔里清晰地记录下了一段声音。
周扬反复听了很多遍，确认不是风声，不是树枝摩擦铁皮瓦的声音，不是他的呼吸声或者翻身时衣料摩擦的杂音，那是一个叫名字的声音。周扬第一声不太清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中间隔着树林和夜色，声音被过滤得又轻又薄。但第二声明显更近了，音调也更准确。周扬像是有人在门外贴着他的门板，低声而清晰地喊他的名字，没有感情，没有语气，没有善意，也没有恶意，只是一声又一声的呼唤，像一个学说话的孩子正在笨拙地重复一个他并不理解的音节。周扬检查了录音设备的时间戳，确认自己当时是在熟睡状态，至少他完全不记得自己在那段时间醒过。那声音是凭空出现在录音里的。他合上笔记本电脑，起身走到门边。天还没亮透，东方天际线有一道灰白色的光。他低头的时候，看到了门槛上的那个手印，那个暗红色的五指修长的手印还在。老冯头没有擦掉它。周扬上山的时候注意到它，但没有多问。现在他蹲下来仔细看了看，发现了一个前天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手印的小指一侧还有半截印子，像是第5根指头的旁边还生着第6根。他开始相信，那些失踪案和被毒死的山洞都跟这道手印有关。天亮之后，周扬做了一件老冯头没敢做的事儿，他去了那个山洞。从工棚往上走，有一条几乎被灌木和杂草淹没的小路。周扬花了将近40分钟才走到那个被石头砌死的洞口，洞口被垒得很整齐的石头封住了。石头之间没有用水泥，但垒得非常紧密，明显是有人特意花力气封起来的。周扬放下背包，开始一块一块地搬开那些石头。这是一个费力的活，石头有的大有的小，垒了3层。他干了将近2个小时，出了好几身汗，才终于清出一个勉强能钻进去的口子。他打开头灯，往洞里面照了照，然后钻了进去。山洞不大不深，从洞口到最里面的岩壁大概只有7、8米，宽度也就2米多。洞顶不高，他站不直，只能弯着腰。洞壁上长满了厚厚的青苔，有些地方有水渗出来，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在厚厚的灰土上砸出一个个小坑。但最让周扬在意的是地上那些被灰土半掩着的东西，骨头，人的骨头。他第一个看到的是一个颅骨，歪倒在一块石头的旁边，下颌骨和颅骨已经分离了，散落在半米开外。他稳住呼吸，用手机的光照着，一步一步地往里走。在洞的最深处，他看到了更多的骨头，有的散落在角落里，有的堆积在墙根下。他粗略数了一下，至少4个，也许是5个人的遗骸。有些骨架还相对完整，保持着倒伏的姿态，有些已经被时间和动物破坏得不成样子，骨头散了一地，混在泥土和碎石之间，无法分辨。在最里面靠墙的位置，有一具保存得相对完好的骨架，他侧躺着，双腿微微蜷缩，像是在睡梦中离世的。周扬蹲下来，用手电仔仔细细地照了一圈，在骨架的左手无名指上套着一枚已经黑得几乎分辨不出原本模样的银戒指，上面隐约可以看到一些磨损的纹路。周扬的心跳猛地加速了，他见过这枚戒指，在他奶奶的嫁妆盒子里有一张旧照片，黑白的，边缘已经泛黄卷曲。照片上他的爷爷老周头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左手搭在他奶奶的肩膀上，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银戒指，上面的纹路和眼前这一模一样。周扬跪在地上，手电从指尖滑落，掉在灰土里。他的眼眶发酸，但他没有哭。他跪了很久，然后开始仔细检查那具骨架周围的东西。在骸骨的腰部附近，灰土下面埋着一个已经朽烂到几乎看不出颜色的小布包。周扬小心翼翼地把它捡起来，动作轻得像在捧一件瓷器。布料已经脆了，他稍微一捏就碎成了几片，露出里面的东西。一枚核桃大小的护身符，用红绳串着，红绳早已褪色发白，但护身符的布面上依稀可以看到几个用墨笔画写的字：勿听、勿视、勿应。周扬盯着那6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缓缓站了起来，把护身符放回原处，退出了洞口。
他把那些石头一块一块的重新垒好，大概恢复了原样。当天下午，他徒步下了山，走进了清源县公安局的大门。后来的事情上了地方新闻，县公安局抽调了刑侦队和技术科的人手，在老水岭的那座山洞里一共清理出了5具骸骨。法医初步鉴定，死亡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一具距今约30到40年，最新的那具不到10年。死因鉴定结果出奇的一致，失温导致的多器官功能衰竭。所有骸骨上都没有发现致命性外伤，没有任何搏斗或挣扎的痕迹，说明这些人死前并没有受到暴力侵害。但他们是怎么走到那个山洞里去的？是什么东西让一个又一个人在深夜离开温暖的住所，走进深山的洞穴，然后在室温中安安静静地死去？这些遗骸的身份后来逐一得到了确认，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走失的采药人，2个是90年代失踪的流浪人员，还有一个身份一直没能查清。而最早的那一具经 DNA 比对，正是周扬的爷爷老周头。市里和省里的专家也来了几波，对山洞和周边的环境进行过勘察。最终的结论写得很正式，也很保守，排除他杀可能，建议对山洞予以填埋处理，防止野生动物集聚及行人误入造成安全隐患。没有人提那个暗红色的6指的手印，没有人提录音笔里的呼唤声，没有人提老周头回家时脸上的笑容。因为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官方文件里就不存在。周扬的毕业论文最后还是写完了，题目叫《清源县老会岭呼名传说的田野调查与民俗学分析》。正文里规规矩矩地梳理了文献，对比了同类传说，做了地理环境分析和口述历史记录。参考文献列了30多条，字数2万出头，论文答辩顺利通过了。导师给的评语是资料详实，分析严谨，对地方民俗研究有参考价值。论文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他亲耳听到的那3声呼唤，他没有写，因为他不知道该用什么学术语言来定义那件事儿。民俗学是一门科学，科学不允许未经证实的超自然现象进入论文的正文。如果他写了喊山鬼，就会变成一个田野调查中的理解偏差，一个被观察者的心理暗示，或者一个睡眠瘫痪症伴生的幻听案例。但他知道那不是幻听。他在答辩结束之后的那个黄昏，独自去了学校图书馆顶楼的天台，靠在栏杆上，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城市天际线。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东西，握在手心里，那枚从老周头遗骨上取下的银戒指。他在把其他东西留在原处之前，只带走了这一件。他把银戒指攥在手心里，闭了一会儿眼睛，脑海里浮现的是在山洞里看到的那行字：勿听，你听到的每一声呼唤都是为你好。山里的那个东西叫得越清楚，你就越不该回答。勿视，你看到的每一个影子，每一个手印，每一个幻觉，都不该去追。好奇是他最爱的诱饵，勿应，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因为只要你应了，你就和他之间有了联系。他喊你，你应了，那他就找到了你。不管你身在何处，他都会找到你。周扬把戒指套在了自己的左手无名指上，大小刚刚好。他想，也许有一天他会把这件事写成一本书，用小说的方式，那样他就可以把所有无法被论文收录的真相通通写进去。但在那之前，他决定先回一趟清源县，去看看老飞岭，不为别的，就为了在那些石头重新封好的洞口前烧一沓纸。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个了结。